小妖大婚，景心痛到咳血。让相柳抢婚并不是捡漏，而是把选择权交给小妖自己。景信任相柳，也知道小妖跟相柳在一起是开心的，所以在他看到小妖嫁给风龙并不开心之后，才让相柳去阻止小妖，说涂山璟故意杀死防风背，断绝相柳和小妖的可能，简直是离了个大谱。涂山璟的原意是让相柳在小妖成婚之前阻止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而相柳顶着防风背的身份去抢婚，是因为苍玄登基了，留给神农义军的时间不多了，他要切断自己和小妖之间的所有可能，也能让小妖不再受联姻之扰。说涂山璟为什么不自己去？他当时成婚了，有什么立场去？小妖会同意吗？他俩当时本来就在赌气，万一小妖一个较劲儿，堂都拜完了。就是因为他知道小妖欠相柳一个承诺，所以一定会跟相柳走。同样的，让相柳抢婚，就是把选择权交到小妖自己手里。在相柳带走小妖后，涂山璟没有去追，没有去解释，给了相柳和小妖一段在清水镇的独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发现涂山侯和防风异应的端倪了，但他选择不打扰小妖，静待结果。如果小妖选择了相柳，他会很坦然地放手，将所有秘密深藏心底。他说，当年利用小妖的心软，让小妖选择了他，这一次让小妖重新选择，结果就是小妖回来找景要解释。不是说剧里没演出来就代表涂山璟什么都没有做，他一直在努力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。苍玄想一统，他就提出入主中原的建议，把他的人脉都介绍给苍玄，并给予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支持。风龙想实现抱负，振兴家族，他就默默在背后充当智囊袋，从不居功。苍玄称帝之后，风龙跟赤水族一时之间风头无两，苍玄被困在西岩，是他设计的让大明殿坍塌，甚至提前引雷。苍玄河运被堵，他出面疏通。修好的大明殿塌了，苍玄面临被赶出中原的下场。陈荣新月不愿嫁，景说服他的舅舅支持苍玄，最后是景的亲表姐嫁了。知道相柳心中有大义，景暗地里送粮草、运药物给麻子串子老木送终。为了退婚，奔波游走在西陵、鬼方、赤水三族，跟防风异应保证，就算退了婚，我仍然会保证你防风氏的利益不受损害。苍玄散播小妖是赤尘之女，景知道小妖听到会不高兴，到处想办法压下去。后来事情愈演愈烈，景带小妖去见父母，解开小妖的心结。小妖也明白了父母之间的感情，还有很多他照顾小妖的细节，有他在，小妖吃饭永远有干净的碗，被子永远又香又暖，衣服永远干干净净，手边永远有吃食，倒的第一杯水永远给小妖，会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。小妖说的话他永远都记得，即便是一句无心之言，有问题永远反思自己，眼里全部都是小妖的优点。可以说小妖最后和景在一起是彼此坚定选择的结果。文小六时期的小妖是本具自足的，虽然他害怕受到伤害，给自己的心包裹上厚厚的硬壳，但是他是完整的、自由的。这层硬壳被相柳冷厉的逼问撕开了。他说，我只是个被遗弃的人，我无力自保，无人相依，无处可去，所以我选择了在清水镇做文小六。如果大人允许，我希望自己一辈子都能是文小六。他这段话坦陈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对未来的希冀，让相柳感知到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。后来他们携手去看海上升明月，一轮明月缓缓从海面升起，清辉倾泻而下。小六被天地诡力震撼，心上的硬壳都柔软了。这不就是说小六又有了爱的能力？后来相柳就渐渐的不知不觉地住进了他的心里。而此时他对涂山璟是什么感情呢？心上的硬壳已经关闭，那份因为心软而起的怜惜让他糊涂了，现在已经清醒，是心软和怜惜。本具自足的文小六是爱且只爱相柳的。被迫离开清水镇后，这姑娘找回了苍玄妹妹、浩陵大王姬、西岩王外孙女的身份，她就开始割裂了。同志们，她和相柳之间横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，敌对的立场，她不能再自由地奔赴所爱，却又无法割舍这份深藏在骨血里的爱，所以她的理智和情感对立了，割裂了。这种对立和割裂让她痛苦，让她无所依凭。而曾经是叶时期的涂山璟正是他抓住的救命稻草，恰好涂山璟也爱他至深，所以他们看上去是相爱的。
可是真情流露是骗不了人的，高辛王、西阎王乃至阿聂都看出来他爱相柳、思相柳、等相柳。只要相柳或者防风被出现，他总是不自觉地被吸引，在茫茫人海中，他一眼就能找到爱人的身影，甚至他还会跟涂山璟复刻与相柳一起做过的事情。情人谷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，情人谷心意相通，命脉相连，正是相柳和文小六爱情的写照。所以在整个中谷的时期里，他们一直都相安无事，蛊虫并未反噬变成断肠谷，那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深爱着对方啊。原来相柳所有不计代价的付出，其实都是为了找回爱人，为了等文小六回家。可惜割裂的小妖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本具自足的文小六已死，所以相柳在为小妖付出一切之后，抹去所有爱的痕迹，慨然赴死，心好痛。